我是瓜皮儿，闪电侠第8季前情提要。艾瑞斯患上了时间大病，原力医院静治科的大夫迪恩诊治了一番，确定他病得不轻，而且后续的检查更说明了这点，艾瑞斯的病是会传染的。100%确定自己有病的艾瑞斯反手叫来了拜瑞，拜瑞一听也是面色凝重，这病的起因要回到大决战。当时为了还给拜瑞清白，艾瑞斯找来了迪恩，原力就这么一来二去的介入，他一介凡人又怎么承受得了呢？时间大病会影响到其他的人或物，迪恩建议他留在海滨城，哪儿也别去，这样能减少一定的风险。而拜瑞也顾不了太多了，中城还有一团神秘的黑火等着闪电侠去处理。迪根啪的一个响指抑制了艾瑞斯，又啪的一个响指溜溜球了。居家作画的冰霜脑门子突然冒出一滴汗，这对他这个寒体来说可是相当不正常啊！果不其然，黑火出现了。黑火我们巩固一下，是一种冷到极点会产生冷聚变的火焰。只是一个照面，冰霜就被灼伤了手臂，这不亚于说是太阳被烫伤了，不是不可能存在，只是没接触到。老丈人就逮住拜瑞问了：“我闺女咋样了？”拜瑞只能强装镇定说：“没事，留在那边更安全。”小队再回头来探讨黑火的事，发现黑火袭击的几个对象不仅刚刚失去亲人，他们还有另一个共同的问题，是都无法直面自己的悲痛。小队决定顺着这个方向继续调查。众人接收到了一条警报，有人进入了医药实验室。这是一个错误的时间点，白瑞亲自跑了一趟，迎面撞上了正准备包扎伤口的冰霜。听说了事情的经过，白瑞皱起了眉头。冰霜没有任何悲伤的情绪，黑火为何袭击了他，又为何只伤了他而没有杀他呢？白瑞一边给冰霜包扎伤口，一边思索着黑火的动机。可以确定，黑火对冰霜有着浓厚的兴趣，或许可以从他这里找到突破口。白瑞申请搜查冰霜的住处，得到同意后就出发了，而冰霜反手找到了唐豪瑟，凯瑟琳的母亲。如果说忠诚谁对冰这个类目最熟悉，那就只有唐豪瑟了。冰霜的目的灵感来源于拜瑞，他要以自己为诱饵引出黑火。众人聚在一起商量着计划的可行性，在站的几人几乎都想一试。唐豪瑟还分析了黑火的动机，黑火的属性为冷聚变，而冰霜的超能力又刚好是低温，对方很有可能是想拿冰霜当充电宝用。冷聚变再不合理也属于核聚变的一种，实验室里刚好有这么一个装置。当初威尔斯将自己融进神速力，为拜瑞提供速度的聚变球，有了它就能在黑火出现的时候将其控制住。当然还需要唐豪瑟进行相应的校准，这已经很顺利了。可闪电侠小队终究还要听闪电侠的，前提是艾瑞斯不在。拜瑞不同意是因为风险太大，冰霜能被伤到就能被杀掉，他实在不想让身边的人出事。冰霜知道拜瑞的性格，他直接搬出了艾瑞斯。虽然艾瑞斯被迪恩要求居家隔离，但艾瑞斯肯定不会干坐着。冰霜吐槽到位，只要处理掉这个威胁，换做艾瑞斯也会以身试险。拜瑞能说啥？这套路太熟悉了呀！和切斯特校准聚变球时，唐和瑟看中了他的才华，想拉入公司工资翻倍，可钱只会影响到他搞对象的进度啊！切斯特肯定是不可能去的，万事俱备只欠黑火，真箭在弦上了。冰霜还有点紧张的吐槽自己像恐怖片里的脑残主角，明知前有鬼还偏向鬼前行。黑火果不其然被冰霜吸引了过来，只是不知为何黑火在他面前不远处停住了，就好像知道众人的目的一样。气急败坏的冰霜发动了攻击，这一下也让自己受伤不轻。还好拜瑞眼疾腿快，换别人他都不接，连续2次受伤。凯瑟琳也取消度假赶回了实验室，冰霜还想梅开3度再拿自己当诱饵，这次团队全票否决，凯瑟琳更不可能让他冒险。黑火都没有接近聚变球，无法肯定早前的计划是否有问题，但有一点可以确认，冰霜对黑火的吸引力变小了。唐豪瑟这几句话让冰霜又燃起了斗志。时机一到，凯瑟琳申请了 talk， 冰霜就喜欢伤敌1000自损1200的计划，但他的初衷是好的，是想帮助别人。凯瑟琳就是要给他 talk 明白一件事啊，如果自己都活不下去，怎么去帮助别人？凯瑟琳又把矛头转向了母亲，说他就不该同意这个计划，更一语扎心，猜测出唐豪瑟从没有把冰霜当成过自己的孩子。似乎是母子的关系触动到了冰霜，他不再理会凯瑟琳，选择再试一次。无奈的凯瑟琳只能是提醒母亲，你有2个女儿，如果冰霜出了什么事儿，你就1个都不剩了。和冰霜之前的推测一样，艾瑞斯根本没有好好隔离，还在继续乱跑，寻找着提尼亚的生母。3人来到了女孩之前的领养机构，这里的人却并不愿意提供相关信息，原因是文件援用了禁止令，法律不允许透露对方的资料。这下艾瑞斯焦头烂额，提尼亚也拽着258万，非要逼对方绕开法律，一激动还险些暴露超能力。
苏见状想出一招，直接给领养机构的董事会打去了电话。苏啊，我是苏啊。一个电话轻松解决了禁止令的问题，顺利拿到了提尼亚生母的资料。工作人员也无奈，只能去厕所泄愤。再一回来，办公室里啥都没了。艾瑞斯还是影响到了周围的人，他哪知道这些？这会儿还在跟提尼亚 talk 呢。我就想说呀，明明都是苏帮的忙，提尼亚倒是感谢上艾瑞斯了。如果说白瑞是一片烟火，那乔就是他的药引，为白瑞带来最正确的价值观。针对冰霜这次的事儿，乔看出白瑞是把对艾瑞斯的担忧也加在了冰霜身上。作为领队，最难的决定其实是放手，相信队员的判断以及能力，然后站在他们身后支持，才是领队该做的事情。而唐赫瑟也被凯瑟琳说动了，该有个当妈的样子了。冰霜能有舍生取义的觉悟，他肯定是自豪的，但保护别人的第一条是自己活着。冰霜倒真有他爹的影子了，为了守护而去牺牲了人性，甚至是牺牲了生命。他们不愿意看见冰霜走上这条路，而冰霜这么做却是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的价值。他诞生的初衷就是保护凯瑟琳，在凯瑟琳有危险的时候掌控身体，从未有过自己的生活，也从未有过真正的家人。轻描淡写是无尽的心酸，也勾起了唐豪瑟的母性。今天说什么，他这个当妈的也要保护好冰霜。他还有一个秘密一直没告诉别人，唐豪瑟自己也是有着低温基因的，只是一直没有找到激活的办法。如果他和女儿联动发功，那所产生的吸引力绝对会让黑火欲罢不能啊！而且双重保护也会降低受伤的风险。没等两人说完，凯瑟琳就第一个出现，点头答应。白瑞很快把这件事消化了进去，小队马上就进入到了工作状态。他让冰霜放手去做，不管发生什么情况，自己的速度都足以救走所有人。随着母女俩的联合发功，黑火像是闻到荤腥的饿狼，以最快的速度前往了实验室。几秒钟的功夫就来到了母女面前。失了智的黑火被吸进了聚变球当中，他反应迅速，察觉到重击后立刻开始抵抗，同时聚变球也在逐渐失去完整性，场面一度要失控啊！白瑞想要终止行动，但唐豪瑟却坚持要继续。可第一次动用超能力的他，身体根本承受不住这种负担。此时的唐豪瑟做好了牺牲自己捕捉黑火的决心，眼看母亲要心脏骤停，冰霜一把将其推开，任由黑火挣脱束缚逃之夭夭。虽然白忙活了一天，但没有一个人责怪冰霜，他今天明白了想救人先救己的道理。在这种前提下保护好了母亲，难能可贵啊！闪电侠小队吃瘪无数，这点痛算什么呀？娘仨也因此变得亲密无间，特别是冰霜，他终于感受到了母爱。凯瑟琳割了新男友马库斯，得打个电话解释一下。同时艾瑞斯这边按照资料找到了提尼亚的生母，这个女人并没有装作不认识，相反她还很期待女儿找上自己。说起来也是个悲惨的故事，怀上提尼亚的时候女人才16岁，因为不懂事被人骗了感情。她的父母为了不让女儿和肚子里的孩子受罪，选择让提尼亚降世，但必须要割断两人的生活，这样也可以让16岁的她重新开始生活。时至今日，女人都在后悔这个决定，但她也默默地祈祷女儿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。说到这儿，两人已经泪流满面了。全程旁听的艾瑞斯当场犯起了时间大病啊！女人关心地走过来看了看他，就这么一个接触，女人当场消失了。眼瞅着妈没了的提尼亚对艾瑞斯那肯定没有了好脾气。刚刚挂断了马库斯的电话，凯瑟琳就感觉到一阵阴风，转眼黑火就在面前，而黑火中传来一个声音，虽然很模糊，但凯瑟琳一听就认出来了，是初代火风暴罗尼，又是原配抓新欢的亡灵复仇版之还我命来。第8季的白瑞终于要成长为漫画一样可靠合格的领队了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